嗨，这里是 Dimi Studio。那我们今天要来整理一把这个有琴友啊，他在网络上购买的二手 Fabulous 哦，在这边外观给大家看一下哦。那他买来之后想说，这个琴想要请我整理确认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哦，这把琴的琴铃。那最近有空我们就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好，我们就实际的来试吹一下，看这把琴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记录调整的过程哦。那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问题，所以也不知道会花多少时间调整。好，琴盒打开，看起来还蛮新的哈，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好 ，Fabulous 就是一个重量非常重的口琴，好，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消毒一下。好，我们快速看一下外观。好，这个是上盖板，然后下盖板的部分。好，然后再来是后面琴身的部分。好，这把琴它有一个螺丝的声音。哦，应该大家可以听得到。哦，它在晃动的时候有一个螺丝的声音。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哈。这边有一根螺丝是没有锁紧的。好，然后按键的部分非常卡，非常卡。你应该可以从画面中看得到，它弹起来的速度是很慢的，然后声音也是很大，还有个滴滴滴的声音哈。好，来我们实际试吹一下。哇，超漏气！哇，它的这个吸调的簧板非常漏气。好，因为按键卡住了它刚刚卡住，然后它变成有点错位了。这个位置有点错开。现在的状况看起来蛮差的哦。这个按键弹回来的位置是完全不对的哦，而且明显它会漏到其他孔位的地方。好，我们现在拆开来，哇，这把琴很糟，我们先拆开来看一下。好，看一下按键的部分是出了什么问题。好，等一下我会把这个吹嘴部分拿去刷洗哈。好，那我们先拆开来，然后等一下会把一些该换的零件都把它换掉。哇哦，惊人！好，我先看一下吹嘴内侧哦。这种像 Fabulous 吹嘴，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过，它的消耗其实是蛮快的。好，过了一阵子使用之后，它就会磨出这个比较偏银色的部分哈，然后再使用一阵子，它就会变成裸铜色。那时候你的按键就会开始明显卡住。然后它的尾端的地方有氧化的痕迹，好，透过反光你应该加减可以看到一点点氧化痕迹。好，然后这个按键的部分，好，给大家看一下，好，按键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好，等一下刷洗一下。好，按键的部分，然后这个垫片也蛮有问题的哈，这个垫片已经磨到变裸铜，然后在底端的地方有生锈，好，这个很明显，这个一定卡，保证卡。好，在前段的地方有裸铜的状况出现，然后中段的地方也有，中段的地方也有裸铜状况出现，然后尾段的地方它已经生锈了，你应该可以从这个特写里面可以看得到。好，然后琴身的部分琴身跟簧板接在一起的部分，好，给大家看一下。它氧化的也算严重。就是都有这种氧化的痕迹，好，氧化的痕迹。好，然后这个盖板有变形，这个盖板是没有贴合琴身的，没有贴在簧座板上。这个 Fabulous 它的设计是盖板会压在这个簧板上，那这个很明显是没有压到的，它是有漏气的状况，漏风
的这个点。好，然后胶管的部分哦，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的。好，胶管好，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但你应该可以发现，这个胶管它其实是会被，如果长度不好的话，是会被挤压到变形，然后会影响到你吹嘴的顺畅性。好，所以这个胶管其实明显已经不能用了，我要把它丢掉。那哇，这个螺丝也是有点变形哈。好，这个螺丝也丢掉。好，我们继续把这把口琴拆开来看一下里面的状况。然后该刷洗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就拿去刷一刷，再来进行调整，这样会比较卫生一点。好，我们看一下黄板的内侧，盖板的内侧，有正常氧化痕迹，但我觉得不是很明显，就是黑黑的。镀银的盖板都会有一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好，下盖板的部分，好，然后内侧的黄板。觉得状况不太好，内侧黄板状况不太好。好，有一根螺丝是没有锁起来的，在这里有一根螺丝没有锁上去，然后它的胶片服贴性也非常的差，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会发现根本就是有几个胶片是翘起来的，然后如果直接看的话，是明显知道它变形了。我稍微判断一下它是，好，这个不行，这都是撕掉直接换掉。好，然后看一下下黄板的部分。好，给大家看一下下黄板。下黄板明显比上黄板状况还要好。看起来是可用的我们从外侧看起来是可用的。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拆。好，内侧的部分，这个状况不是太好来，内侧的部分，就是有正常的使用痕迹。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要整理的，那我就会想要把这个胶片都撕掉，重新贴上去。那下侧感觉就再更差一点好，看一下。这把琴我觉得状况没有很乐观。好。然后再来是这个琴身的部分琴身部分它有一些裸铜就是裸铜色那我猜测这个琴身应该是有经过打磨，所以才会有几个比较凸出来的点变成现在就是这个裸铜色的状况。好，那我想先刷洗如果它还可以用的话，我就会建议这个琴友继续用那不行就再说看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好，然后 Fabulous 的这个弹簧设计也是我觉得状况很多的地方这个弹簧非常容易掉出来然后安装也不太容易安装它会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弹簧角度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好，我们先把它拿出来。然后中间这根，对，没错，中间它有一个这个柱子可以把弹簧卡住，柱子在这里。好，这些东西我们分离之后，我接下来想要先把这些东西拿去刷洗，然后黄板的胶片床板的这个胶片看起来我觉得也需要换掉。那黄片的部分好像还可以黄片部分其实消耗没有很明显主要是胶片。好，那我们影像部分先记录到这里，我先来做接下来的流程。好，我们今天花了一些时间整理这把琴那处理完毕那我有记几个琴的问题，把它跟大家一项项说明那第一个是这个垫片它有生锈的部分那我有打磨过那等一下试试看会不会稍微顺一点。好，接下来是黄板的部分我有全部把胶片撕掉，然后贴上新的胶片所以黄板也搞定了。然后还有调音的部分把这个音高调到443它有几个音准明显偏低然后我也重新检查了一下间距把它调到比较平均的样子。好，然后盖板的部分拿去刷洗了所以你应该可以看得到它是还原成原本镀银的这个银色。OK， 好，那
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这把琴它不确定是有没有摔过哈，但是它弹簧的地方啊，它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弹簧在按下去弹回来，按下去的时候它有撞到琴身，然后这个琴身的这个角落的地方有一点凸起，那通常这个凸起会影响到，就是它跟吹嘴会不贴合，然后会漏气，然后按键也会变卡，所以我有打磨了一下这个琴身凸起的地方把它磨掉。然后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要跟大家说，就是 Suzuki 跟 Honor 的琴，它使用的胶管是不一样的。那这把琴一开始我们的影片开头应该有讲到，这把琴的按键很卡，然后它也按不到底。那我后来拆开来发现，这个琴是有问题的它在这个 Suzuki 的琴上面装了 Honor 的胶管，那这个口径不一样，所以就变成这个按键就直接被卡住所以这个胶管是非常非常不行的大家要记得 Honor 跟 Suzuki 的胶管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如何把 Fabulous 装回去，然后一般琴友在装的时候不会让它漏气因为Fabulous 这把琴它在设计的时候，它的这个琴身跟它的垫片是分离的所以就变成有时候如果你先装簧板的话，它会滑过去 over 这个琴身，或者是你装上去没有跟琴身切齐就会造成这个口琴漏气的现象。好，所以这个东西设计对我来说是有问题的当然你分开做的话，可能成本会比较低一点但是实际上我在使用的时候其实是不好使用的。好，所以对于一般琴友，你买的 Fabulous 是原装的，没有改过的，那装法就是先把这个按键先装上去。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做这件事。好，那按键安装跟清洗你可以在频道里面看到我之前的影片，我都有在讲这件事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按键装上去。好，按键装上去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把弹簧装上去。那弹簧这里它用了一个这个铁柱在这里那原厂的这个铁柱它是移动的它是用一用它会掉下来，你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话，甚至会不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烦的设计，所以我刚刚就直接用保丽龙胶把它粘在琴身上，好，这样会轻松很多。好，那接下来我们把弹簧装回去。Fabulous 的这个弹簧也是我觉得这个弹簧孔也是非常非常难用的弹簧孔它会一直卡到，很难装之外它会一直卡到弹簧，所以这个弹簧在按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两段式的触感感觉非常非常奇怪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触感的这种按键手感好，没关系，我们先把它装回去。好，接下来我们要上簧板。好，把簧板装上去之后，记得要把它往前推把它推到靠近吹嘴的地方，这样在演奏的时候才不会漏气。好，我们把它一个一个装回去。好，我们轻松的先锁上，先锁上中间的，然后要记得用你的手指头把这个簧板往吹嘴的方向推。好，就像我自己习惯手势，我是习惯用这样推，好，把簧板推到靠近吹嘴的地方，好，然后推到底之后，好，再把它锁上。好，那这样顺手就一边推，然后一边锁，这样你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气密性。好，我们先测试一下。好，再重装一次好了，觉得不是很紧实这个就是这种簧板在安装时候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安装的时候，有时候你上簧板是准的，但是下簧板是不准的这样也是会有问题。好，那我们先把它往前推，好，然后锁上去看看。好，状况好一点。好，来一个一个锁。
接下来我们把螺丝往高音的地方，然后继续一个一个把它锁紧。总觉得这个下簧板不是很贴合啊，感觉跟吹嘴有一点点的这个差距。好，找到问题哦，它是这个簧板它没办法很完整的贴住这个琴身，所以导致这个发的地方会比较漏气。好，那没关系，我们把盖板装上去感受一下。这个盖板通常它会有一点点弧度哦，它是会往下压，把这个簧板压紧的。好，那我们先把盖板装上去。好，来，这盖板感觉也有一点点变形，感觉它的弧度不是很自然。哇，这个重量整个回到当初第一次就是买 Fabulous 的时候的这种体验很沉重。好，先装上去刚刚吹奏了一下当然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这是一支二手琴，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其实你大概要知道会有哪些状况发生。好，那按键的部分，我给大家听一下声音。好 ，Fabulous 系列的按键从我第一次买到我最后一次还在用 Fabulous 的时候，我都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它原厂弹簧太软了。这个速度是偏慢的，而且它的这个弹簧手感很奇怪，它会有一点点两段式的这种感觉在我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使用，我就有这种感觉所以 Fabulous 的琴买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换 Hohner 弹簧这样你才可以拥有比较好的按键顺畅度。好，然后再来是这个琴在安装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就是它的设计跟Hohner 的那个 Masterclass 是一样的就是琴身跟垫片是分开，然后这种设计就是非常容易会漏气所以要特别小心。好，然后我们在早上打开来测试的时候，会发现有一颗螺丝没有锁上去所以我把它处理掉了。好，那我想要比较一下我自己的这把 Fabulous 这个大家应该看过我用过很多次这把就是我平常录音会用的。好，那装的是铝琴身。好，来试一下。好，我们先来一个原厂的好了。好，来原厂 Fabulous， 小声音量。好，然后我自己的小声音量。好，然后我们试一个正常音量。好，我自己的。好，我大概试了一下就是这支原厂 Fabulous 还是有漏气的点就是它的中间的地方，我觉得它气密度没有到很好那这个可能再花一点时间找问题看一下现在状况是出在哪里。它中间的地方，它的气密度不能算是好，所以你会发现它声音听起来有点偏软软的这种声音。好，然后试一下按键。好，按键速度不太行。好，我自己的。好，这个按键速度会明显是比较快的跟这个原厂的比起来。
好，那因为琴友给我整理的时候，他说先依照就是原本琴的这个状况下去整理哈。那我先影片先拍到这边哈，那接下来有什么要再调整的，我再跟这个琴友继续沟通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案件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偏慢哦。那对于一般的琴友来说，应该是还可以接受，可能勉强啦，勉强还可以接受哦。但是我觉得个人不是很满意。然后这个原厂的 Fabulous 的声音听起来比较重，比较软一点哦，听起来比较没有这种穿透性。好，所以这种吹奏的感觉哈，如果你拿来吹奏一些比较抒情的曲子哦，我觉得 OK 哦。但是如果你想要吹奏一些比较具有杀伤力或穿透性的曲子哦，我觉得好像用旅行声的声音会比较适合。好，试一下原厂的。好，它的这种声音比较没有攻击性，就是出不来的感觉。你可以吹，然后它的簧片反应什么都有，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声音有点被包在里面的这种感觉。OK， 好，那我们这一支Fabulous 的维修记录我们就先拍到这里。这里是 Dimi Studio， 我们下次见，拜拜。